唐纳德·米勒 （Donald Miller） 如何发展你的小型企业？当企业的种子在创业的土壤中萌芽，每一个决策都是为了让它茁壮成长，让它飞向无限可能的蓝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智慧传媒频道。今天我们将深入解读一本很实用的企业发展书籍《如何发展你的小型企业》。这本书为我们揭示了成功的秘诀，帮助你的企业迈出稳健的步伐，腾飞在竞争的商业世界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将一一呈现作者唐纳德·米勒 （Donald Miller） 的6大策略，为你带来实用的指导和灵感，助你在创业的旅程中达到新的高度。无论你是初创企业家，还是想要提升企业的中坚力量，这里都有适合你的策略。让我们一同探索如何在商业的天空中翱翔吧。你的小型企业飞行计划。唐纳德成功经营小型企业的关键，就是他办公室里摆放的一架模型飞机。回首往事，很难相信唐纳德的营销公司 Story Brand 曾经陷入困境。他有客户，公司在成长，但唐纳德发现，他花在扑火上的时间，比起做他真正喜欢的事情，为客户创造内容要多。在头5年内，有 45% 的小型企业会失败，而往往最大的问题实际上出现在你试图扩展业务的时候。假设你的业务正在顺利进行，你有一个受客户喜爱的产品，需求增加了，但你知道你需要成长，以充分利用这一情况。于是你雇佣了一些人，也许你投入了广告费用，你过度投资资源，为更多的成长做好准备。不久，你的开销很高，但不知何故，你的客户服务下降了，客户感到不满。和唐纳德一样，你四处奔波于扑灭火灾，而不是做最初让你的业务成功的事情。当唐纳德注意到自己书架上的模型飞机时，他正考虑这个问题。他拿起飞机，反复在手中翻转几次。他意识到有6个部分对于飞机起飞和安全完成飞行是至关重要的。你的企业就是一架飞机。让我解释一下，驾驶舱是你的领导团队，引导飞机飞向所需目的地。机翼是你的产品，为你的业务创造生力。2台引擎代表着你的市场营销和销售，推动着你的业务前进，并为其提供生力。飞机的机身是你的开销和运营成本，而推动这一切的是你的现金流。飞机的隐喻帮助唐纳德培养了做出决策和构建叙事的直觉，以引导他公司的成长。在接下来的视频中，我们将制定一个小型企业飞行计划，以帮助你的小型企业安全起飞。驾驶舱领导团队。在飞机起飞之前，飞行员就知道它将在何处何时降落。你小型企业的驾驶舱就是你的领导团队，就像飞行员一样，你应该知道你想要最终到达的地方。对于一个企业来说，这意味着要制定你的使命宣言。大多数使命宣言都太过模糊，他们最终会贴在公司的网站上，然后被遗忘。为了有用，你的使命宣言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使命，邀请你的团队参与到一个他们是关键角色的故事中。使命宣言有3个组成部分。首先是目标本身，在一个故事中，往往在早期就清楚地知道需要完成什么任务，需要击败那只龙，抓住小偷，阻止恶棍。你应该设定3个可衡量的经济目标，使你的团队能够团结一致。要具体明确，具体的目标为你的团队提供了明确的目标，并赋予你的使命一些推动力。其次，你的使命宣言应包括截止日期。有时人们会对包括固定日期感到紧张，但截止日期会在你的团队中产生紧迫感。理想情况下，时间表不应超过2年。最后，你的使命宣言应该包括一个目的，这给你的使命增加了利害关系，也让你的团队有一个一开始就应关心的理由。让我们以报纸为例，我们将在2年内将订户人数增加3万，广告商数量增加 30%， 我们的平均客户投资增加到 2.1万美元。因为优质的新闻可以改变这个国家。注意这个使命宣言的3个部分，3个可衡量的目标、时间表和目的。一旦你写好了使命宣言，尽量经常使用它，贴在墙上，在会议上朗读。当你的使命宣言发生变化时，用热烈的庆祝方式来标志这一事件。所以现在你的团队知道飞机的目的地在哪里，让我们看看如何到达那里。你的右引擎市场营销。很多企业主认为成功的市场营销完全取决于品牌的外观，但唐纳德发现这并不正确。就像故事可以激励你的团队一样，叙事是吸引你的客户注意力的关键。邀请你的客户成为他们自己故事的英雄。你的产品可能是能杀死龙的魔法剑，但只有当它在英雄手中时才有用。首先要找出你的客户有什么核心问题，以及你的产品是他们解决问题所需的完美工具。如果客户是英雄，
那么你就是他们值得信赖的向导。将自己视为故事中的甘道夫或尤达。你知道魔法间在哪里，你有前往那里的地图。给你的客户3、4个步骤，他们需要采取这些步骤以购买你的产品，从而解决他们的问题。现在你需要一个明确的行动号召，邀请你的客户实际上迈出第一步，使用强有力的指令性语言立即购买。预约约见。人们往往只有在直接受到邀请时才会采取行动。让我们看看这个叙事策略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。以下是一个酒店预订服务可能在其市场营销中使用的事例。计划假期真的很压力，你应该在沙滩上放松，而不是担心日程安排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经让预订酒店不再有压力。操作简单，只需选择你的目的地，找到最优惠的住宿，让我们来操心细节。立即与我们预定。即使在这段简短的文本中，我们看到了问题、解决方案、3步计划和行动号召。问问自己，你的客户试图通过你的产品解决什么问题？你如何最好地引导他们在这个旅程中？你的左引擎销售。很多人讨厌进行销售对话，也许你觉得自己很唐突或具有操纵性，但如果你希望人们购买你的产品，你就需要为其进行倡导。销售陈述构成了你的飞机左引擎。避免在销售陈述中感到具有操纵性的最简单方法是不要操纵人们。目标不是说服某人购买他们不想要的东西。事实上，作为一名小型企业主，不满意的客户是你最不需要的。在销售环境中与某人交谈时，首先要确认他们是否真的是你的目标受众。换句话说，你的产品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吗？比如说，你在一个派对上遇到了一位裁缝，当你问他做什么工作时，他用一个问题回答道：你有没有在网上买过衣服？但收到后发现他们不合身。我可以调整客户的衣服，使其完美贴身，这样他们总能保持最佳状态。在这里，他邀请你参与一个故事。如果你不是他的目标受众，那没关系，对话会继续下去。但如果你承认你家里有一堆你一直想要退货的衣服，那么也许你会想听更多。我会免费为第一次进行尺寸调整，然后我可以为你想要调整的任何衣物进行调整，并保存你的尺寸数据，这样下次就会快捷方便。如果你有兴趣尝试一下，我周5有1个小时的空档时间。你看到这个对话是如何符合刚刚谈到的故事结构吗？问题、解决方案、3步计划、行动号召。与市场营销相比，销售陈述的好处在于你可以得到客户的实时反馈。你的销售陈述最终可能成为销售产品最真实的方式之一。你的记忆产品。好的，我们已经谈论了如何销售我们的产品。现在让我们退后一步。当工程师设计飞机时，在飞机准备起飞之前，机翼会在风洞中进行测试。你不会想要构建整个飞机，只是为了看看机翼是否能提供升力。在发展你的业务时，你需要评估并优化你的产品供应。第一种方法是去除不赚钱的产品。有时候，我们很难对自己坦诚地承认哪些产品根本没有起作用。为你的产品评定盈利能力的排名，查看每个产品的制造、市场和运营成本。可能有一些产品不值得你投入这么多的精力。这个练习也让你清楚地了解哪些产品表现良好。作为一个小型企业，你的市场不太可能已经饱和，通常更容易推动那些已经运作良好的产品，而不是设计全新的产品。当引入新产品时，你应该使用产品简报来测试这个想法。新的想法总是令人兴奋的，很容易一头扎进去。但请记住我们的风洞。当我们已经在空中时，发现我们那些看起来很棒的新机翼实际上并不那么出色，是很危险的。产品简报是对新产品的实用性检查，它应该对目标市场、潜在竞争以及财务状况提出问题。及早进行这个过程可以避免你投资于行不通的产品，同时也会凸显出未来可以构建的令人兴奋的改进和创新。记住，你的市场营销和销售引擎可能在推动飞机，但你的产品就像是让你保持在空中的机翼。你的机身、开支和运营，你企业的每项开支都会为你的飞机机身增加重量。如果飞机太重，它就会坠毁。对于大多数企业来说，最大的开支可能是劳动力成本。不要惊慌，降低劳动力成本并不总是意味着要裁员。如果你的团队在目标上保持一致，并简化工作流程，你可以在不进行任何裁员的情况下，保持飞机在空中飞行。唐纳德注意到，随着他的业务增长，沟通开始瓦解。有一次，他甚至注意到有人整整1周都在为一个月前就取消的项目工作，没有人告诉他们。于是，唐纳德引入了5个会议，这些会议最终改善了沟通，并减少了时间的浪费。
每周一次，他的整个团队进行全体员工会议。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让团队与使命宣言保持一致，同时向每个人更新重要信息，增强士气。在这次会议结束后，领导团队还会进行一个短暂的会议，这帮助唐纳德从高层统一了他的业务。如果你的企业足够大，你将开始发展不同的部门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引入一个部门站立会议。对于唐纳德来说，他的部门负责人每个工作日都要进行一次会议，与他们的团队进行交流。站立会议应该很短，关键是它永远不应该持续到某人需要坐下的程度。你企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们的角色，以及他如何贡献到你在使命宣言中设定的经济优先事项。因此，唐纳德的团队开始了个人优先事项速度检查，每周一次，团队成员与他们的直接主管进行1对1的辅导。在季度审查会议上，你的团队成员还可以得到更一般性的反馈，以及关于薪酬方案的期望。在实施这5个会议之后，唐纳德发现他的营收增长了20%以上，利润增长了近30%，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进行任何一次裁员。燃料现金流，你小型企业的每个部分都有同样的燃料驱动现金，我们称之为财务底线，是有原因的。如果你到目前为止一直按照飞行计划行动，你应该已经开始赚一些钱了。我们将要讨论的最后一个主题是如何管理你的现金流。小型企业主最常犯的错误是将个人和企业财务放在同一个账户中。事实上，你应该为你和你的企业设置5个单独的账户，一个运营账户，一个个人账户，一个利润账户，一个税务账户，最后一个是投资账户。运营账户是企业的资金流动进出的地方，所有收入都放入这个账户，账单或工资从中支付。如果你还没有设定一个固定的工资，那么设定一个，然后将工资支付到个人账户。在心理上，将你的钱和为你的企业提供资金的钱分开是很重要的。现在，为你的运营账户设定一个高水位线，这是一个足以应对你每月必须支付的最大款项的金额。例如，如果你的工资单每月大约是2.5万美元，你可能希望你的运营账户保持在3.5万美元以上。当到了发薪日，你总是能够清算这笔钱。超过高水位线的任何多余金额应平均分配到利润账户和税务账户。你希望建立一个备用基金，并确保你有足够的钱留出来用于税务时间。如果你发现你的运营账户资金短缺，可以将资金调回。在这3个账户之间，你的飞机将始终有足够的燃料，以便需要时在跑道上盘旋几次。当业务繁荣时，你可能会注意到你的利润账户相当充实。现在是为这个账户设定一个高水位线的时候了，它应该是你的运营账户水位线的大约6倍。任何多余的金额都可以转移到最后一个账户，你的投资账户。这些是你的利润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它们。但是，顾名思义，将这些钱投资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主意。如何发展你的小型企业总结？见证你的小型企业茁壮成长，飞向蓝天，将会是一段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。在支撑这种成长过程中做出明智决策并不容易。然而，你无需在品质或服务上做任何妥协。遵循这份小型企业发展计划，将助你在风雨无阻的天空中翱翔。不必急于一次性实施我们所讲述的所有内容。逐步执行你的飞行计划需要时间，你可以按照对你最有意义的顺序来进行。即使是微小的改进，也能带来巨大的变化。请记住，你的飞机由6个部分构成。领导力来自驾驶舱，市场营销和销售则是双引擎，产品供应则像是机翼，而机身则承载着各种开支和运营成本。最后，推动整个飞行的是现金流。这些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，它们需要相互协调和平衡。通过这个视觉化的隐喻，你将培养出对企业增长的直觉，它将在你腾飞入云时继续指引你前进。恭喜你，您的企业已获准起飞，无限可能等待着你。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关注，请订阅智慧传媒听书频道，点赞和分享给身边的家人和朋友，激发你的思维，发现新的世界。点击通知按钮，第一时间一起体验启迪思考与智慧的力量，开启美好未来。下期节目，我们将继续探索如何在人生中取得美满成功。祝你们成功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